尊敬的南希·费尔南德斯·罗德里格斯局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以视频方式参加古巴第3届国际质量大会。我谨代表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古巴方面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质量领域变革创新，都促进了生产技术进步，增进了人民生活品质。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于质量促进生产技术进步、增进人民生活品质、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广泛共识。长期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与古巴在质量领域的合作。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古巴科学技术与环境部通过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多种形式，在质量和标准化领域保持了良好的交流、沟通与合作。去年，古巴科学技术与环境部部长罗莎·佩雷斯女士也线上参加了第4届中国质量杭州大会，分享质量理念，共话质量交流合作。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对于保持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中国有句古话，万丈高楼从地起，要想有高质量，就必须要有坚实的质量基础设施。许多国家过去几十年经济和外贸的高速发展，正是得益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质量基础设施是畅通国际贸易的重要保障，计量是保持全球量子传递一致的技术基础和法治基础。标准是推动国际贸易畅通、减少贸易壁垒的技术保障。合格评定是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研究表明，标准和合格评定作为国际通行证，影响着80%的国际贸易。具有了这张通行证，能够保证产品和服务达到国际标准，产品就很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就能够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质量基础设施是保障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没有质量安全保障，市场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行，国际贸易也会受到阻碍。标准认证等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技术要素，是构建最佳秩序、保障质量安全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制定强制性标准或技术法规，明确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基本要求，能够从技术层面提升产品安全水平，极大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质量基础设施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新兴产业领域，技术标准攻关是连接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的切入点。计量和合格评定则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在传统产业领域，改进技术标准是提高产品质量的有效方式，提高测量的精度是改进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合格评定是传递信任、赢得市场的重要手段。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都必须依靠一个完备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建设与国际接轨、符合时代要求的质量基础设施，不断深化管理、技术、标准、规则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质量基础设施水平和效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
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工具。一是完善质量政策，中国已逐步建立形成系统完备、开放透明、协同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法规体系，先后出台质量发展纲要、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自修订了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及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提供了法治保障。二是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持续推进标准化改革，构建从政府单一供给为主，向政府和市场多元供给的标准体系，以国际标准的一致性水平达到75%，主要装备制造业、重点消费品等产业与国际标准一致性超过90%，建成覆盖全部学科领域的185项国家计量基准，获得国际承认的校准与测量能力1816项，发放认证证书300多万张。中国检验检测认证市场已达到4000亿人民币，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检验检测认证市场。三是不断释放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为国家重点工程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支撑市场主体质量提升方面，中国在391个城市建成各类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537个，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升质量、节省成本、增加利润、拉动就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首次发布可持续发展质量基础设施指数及137个国家的排名，中国位居前列，反映了中国在质量基础设施能力和水平方面所做的努力。四是积极参与质量基础设施全球治理，中国已连续主办4届中国质量大会，打造了具有时代性、国际性、专业性的全球质量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计量、标准化、合格评定等各类国际组织的活动，交流学习国际最佳实践。中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常任理事国，是国际法治计量组织成员国。中国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计量合作协议类的文件，推动与66个国家开展标准信息的交换合作，加入了21个认证认可国际组织，与欧盟、东盟、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固定合作交流机制，为对外开放和贸易交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气候变化风险挑战加大，引发质量理念、机制、实践的深刻变革。质量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打通科技创新、质量基础、产业变革演进路径的关键支撑。同时，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国际社会要渡过难关、化解风险、加快经济复苏，只有谋求合作、共促发展才是正道。加强全球质量合作，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应有之义、当务之急。在此，我提出5点倡议：第一，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国际共识，完善质量治理。当前，关于质量政策和质量基础设施的理论、概念、作用已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建议各国深化对质量基础设施的共识理解，积极构建国家层面质量政策，完善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产业和贸易的发展。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愿意分享中国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实践，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标准组织、国际计量组织等国际组织及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等相关国家一道，加强质量基础领域合作与交流。第二，加强质量基础设施素质升级和能力建设，促进经济繁荣。当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兴起，质量变革与素质变革的火花相互碰撞，在赋能质量创新的同时，对质量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通过构建与产业发展相适应、数实融合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推动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提升产业和区域质量竞争力，促进工业转型和经济增长，为全球消除贫困注入强大的质量动力，促进兼具包容和可持续性的世界经济的繁荣。第三，健全质量基础设施低碳体系，支撑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共同责任，绿色低碳环保作为全新质量属性，需要创新国际绿色认证规则，促进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让我们携手制定实施更严格的气候变化、污染排放、能效、水效、绿色能源等领域国际标准，探索建立全球碳排放计量监测网络，倡导清洁生产、绿色消费，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碧水蓝天的美丽世界。第四，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促进民生福祉。健康与安全是各国人民最基本、最朴素的愿望。让我们同舟共济，在农产品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重点消费品安全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积极交流质量基础设施实践成果，完善全球监管者交流合作机制，以技术标准、认证规则等方式提升安全、环保、健康、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底线要求。在此基础上，不断抬升质量高线，加快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为全球消费者创造更加健康、更为安全、更高质量、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第五，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贸易自由。全球化时代，只有开放包容、互联互通，才能相互助力、互利共赢。建议更好发挥国际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等国际组织统筹协调作用，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以开放和国际接轨为原则，利用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降低供应链成本，提升供应链效益，实现市场国际共治，消除贸易技术壁垒，为更高品质产品服务在全球的自由流动筑牢根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届中国质量杭州大会上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质量国际合作，共同促进质量变革创新，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构建全球质量基础设施体系而奋斗，为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和发展繁荣而奋斗。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